王之双翼昂扬振翅，鬼岛冰封，直抵云霄。当最终决战进入生死时速，当绝境战力豁出全部解数，王牌与王牌之间的碰撞，将这场决定命运的死斗吹至癫狂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亚本，海贼王1022话花形登场已经更新，本话是属于海贼王双翼的高能时刻。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战争，光复故国的梦想与称霸大海的野望剧烈碰撞于寸土片瓦之间，赌上性命，倾力一战。如果还有什么人能够引发奇迹，他一定就在今晚的鬼之岛。面对百兽海贼团3万战力，光月联军以5000战力发起讨伐。如果说小玉的糯米团子在绝望中照进了点点光芒，那么武士们的英勇奋战则让所有敌人见识到了何为坚韧。而现在，实力强劲的干部飞流包已被全数击败，这场战争正在奔赴终局。就像此时的鬼之岛也即将到达目标地，隐约可见的花之都只剩下区区15分钟的路程。路飞吃下整整1个月的食物，化身饱腹状态，朝着凯多的方向骂骂咧咧。这场战斗还没完呢，整座鬼岛已经被战火吞噬，就像是要将这20年来的恩怨情仇全部做个了断。宅邸3楼内，雷战与福禄寿在火海中对峙。为什么要效忠于黑炭大蛇内容人福禄寿？雷战大喝一声，双手结印，一记人法分身之术，变化出无数身影。福禄寿毫不示弱，吹动人法耳垂花炮，两侧耳垂竟然像灵蛇一般翩然舞动，拍出鞭炮响雷的惊人力道。我等乃是效忠于当代将军的忍者，而你效忠的人呢？不过是个亡灵罢了。福禄寿灵神巨力，识破本体，耳垂长鞭疾驰而出，一击将雷战扇飞，痛骂道：像你这种把感情全部外露的男人，永远成为不了出色的忍者。就算你再擅长忍术，也是徒劳。这个忍者首领将玉庭翻众不为感情左右的冷酷视作忍者真谛，他们永远效忠将军，无论将军变成谁。我等都忠于本心。雷战从地上重新站起，在下与伙伴们悲欢与共。那一天，我等就已经与玉田大人一起死去了。如今站在此处的，只不过是一个为了实现主君愿望的亡灵罢了。我等所做的不是职责，心之所向，便全力以赴。为了达成主君的一命而死，即是我等之夙愿。今日，名为大蛇和凯多的黑夜就要终结，太阳将会从东方升起，耀眼的光芒将照亮和之国。桃之助大人会成为将军。忍者雷战已有觉悟。此时的宅邸3楼另外一侧，基拉与霍金斯也正在了断曾经的错误。残破人偶散落在地上，是一条条无辜丧命的冤魂。你到底有多少个替身人偶？基拉已经精疲力竭，但霍金斯的弹药还没有见底，已经剩得不多了，不好办呢。深感同情，那就去死吧！基拉再次突袭，死亡飞刃挡开魔人草丁，反手一刀刺穿霍金斯前胸。虽然所剩无几，但更重要的是连接了谁的命？魔人邪魅一笑，基拉不寒而栗。此时的宅邸2楼，正在与大妈对峙的基德突然受伤跪倒，胸前鲜血直涌。罗困惑不已，但基拉已从眼前的霍金斯找到了答案。这个阴险的家伙竟然将自己与基德的性命连接在一起，不知不觉中由你亲手杀死基德，也不失为一桩酒后余兴。已经无法对我出手了你，光是这样看着也是相当有趣啊！霍金斯解除稻草魔人，在他看来自己已经胜券在握。基拉放下刀刃，投鼠忌器，如果贸然动手将他干掉，就会同时杀死自己的船长。这个混蛋魔术师还真是出了个棘手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大宴会厅内正在沦为炼狱，异灾的阴狠与炎灾的铁血联手发难，将怒火倾泻到每一个百兽海贼团的叛徒身上。雷射激光在奎因手中肆意轰炸，竟扬起熊熊烈焰，煅烧整座大厅。在绝对的实力压制面前，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地狱。山治被打飞到一旁，杂入废墟。可恶！同时对付2个人还是太吃力了。武士们连忙上前将他扶起，但双灾的攻势没有片刻停歇。他们似乎正在寻找索隆，这样下去，整个楼层都会被全灭。海贼们转头向马尔科求救，然而此时的不死鸟也已经到达体力极限，无法再阻止这场毁灭。情况危急，山治喊起乔巴和山羊医生，如果药效没有作用的话，就带上绿藻头和护士小姐迅速离开。山羊医生盯着班代10日将也是十分焦急，大概是因为他的伤太重了，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行。乔巴看着索隆痛苦挣扎的神情，默默加油着。山治转身飞起一脚，直击机械望龙脸颊。我在这呢，蠢货！武士们欢呼起来，但竟一眼就看穿了山治的伎俩，这不过是在拖延时间。对手似乎有奇特的治疗手段，必须尽快将罗罗诺亚索隆找出来解决掉。怪物又怎么能看得清楚场上局势呢？宴会厅一侧，佩罗斯佩罗拉起弓弦，镜头瞄准了山治。文斯莫克，山治，由我来消灭。你要是肯和布林结婚，我也不用跟这些家伙联手了。当时蛋糕岛上的狼狈与失态，就在今天一起清算。去死吧，杰尔玛的残次品！致命箭矢离弦瞬间，一个身影飞掠黑夜，猛兽咆哮裹挟着无穷杀意直扑而来。这里没有你出场的份！猫腹蛇利爪一挥，佩罗斯佩罗脸上立刻开花，只听见一声惨叫，人已被怪力轰出宅邸。
佩德洛的仇要你血债血偿。猫腹蛇追杀出去，山治的危机暂时解除，但索隆的麻烦才刚刚出现。扎眼的班代十字架终于被敌人们发现，一路喊杀而来，武士们拼死掩护，扛起索隆迅速撤退。然而挡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铁壁，竟抢先一步，带着恐怖烈焰封杀去路。岩哉抬起右腕，掌心瞬间窜出一团火球，致命热量急速膨胀，眼看就要朝着索隆轰下。乔巴万分焦急，山治试图回救，但竟可不会有丝毫迟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青色火焰挡在身前，马尔科再次化身不死鸟，一记不死技，舞动再生之炎，化作生命铁壁，硬拼尽的杀招炎黄。两股火焰剧烈交织，强烈冲击席卷四壁，终于消解于无形。马尔科盯着镜身上的火焰，似乎想起了什么。我以前就听说过，红土道路上曾经住着一个能够发出火焰的种族，火焰的镜吗？镜默不作声。奎因从身后赶到，发现马尔科还活着，想想刚才的狼狈，顿时血压升高，铁爪聚集起雷射激光，准备彻底做个了断。赶紧去死吧，白胡子海贼团！然而不死鸟却没有一点想要交手的意思。我投降，我投降，已经没有力气打了，看来我就到此为止了。马尔科将浑身火焰褪去，恢复为普通人形。刚刚的急救已经用掉了最后的体力，但这绝不会是毫无意义的。只见那班代十字架突然战裂，绿色身影跃向天际，留下所有惊叹和班代躯壳。三柄神兵直抵强敌，带着所有期待和浑身解数，宣告炎魔在临。接下来有请花形登场。马尔科期待的王牌终于来了，武士们欢呼起来。火海地狱中的绝望扭转成雄浑斗志，随着那两个男人再次燃起。三刀流、恶魔风脚、炼狱鬼掌、羊肉 shot， 百兽双灾惊诧间，未来闪光已跃入眼前。地狱咆哮震天撼地，三剑合璧砍穿黑翼。恶魔烈焰风云叱咤，一脚凌空劲透铁甲。淬炼炙热的踢击与那屠灭恶鬼的斩击交织成涤荡邪祟、百恶除尽的烈烈欢歌。纵然是异灾横行、炎黄当道，也难抵海贼王之双翼的无限锋芒。那一刻，黎明破晓，时代更迭，眼前的大海清晰无比。喂，圈圈，如果我们能赢下这场战斗的话，我也能看到了，路飞成为海贼王的身姿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22话的全部内容啦。阔别2周，尾田上来就给我们放了大招。这还是2年后索隆和山治首次联手对付强敌，管他之后会有多么惨重的副作用，帅就完事了。另外一边，福柳包的败北似乎已成定局，尾田用旁白实锤了他们的退场。本话中也开始加速其他战线的收尾，目前悬而未决的只剩下传次郎、黑炭大蛇这条线索。相信当索隆、山治战胜奎因和镜的时候，镜头就会切回到屋顶凯多的最终决战。总而言之，今年还是有希望看到和之国篇完结。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对本话的看法。下一期我们来分析1022话中出现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